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。板件素质呢，就如同大家所见啊，无限星星的板件确实没有什么好质疑的。虽然说是新系列啊，但是合辉的风格还是与之前的产品保持了高度的一致。这一次新系列的特点呢，是真实的机械细节刻画，所以拼装顺序呢也是先拼骨架再拼外甲。首先我们看到腿部啊，其实腿部装外甲前后没有太大的可动变化，但是这一次腿部的屈膝幅度比较小。向上来到胯部这边，可以看到前后4个裙甲内部都有非常多的细节刻画。前裙甲设计了2段关节用来避让腿部，不过后裙甲可就没有这个待遇了。通过一个直装连接呢，对腿部的后踢会有一定的影响。胯部按照惯例呢，给了一个可动增强关节。令人感到意外的呢，是手部的骨架也设计了很多浮雕。这一次的雷霆啊，手臂屏状关节看起来是在大臂这个位置啊，实际上是在小臂的根处。虽然在其他模型上大家也见过在小臂设计屏状关节的，但这一次雷霆把屏状关节的位置放得太高了，把玩起来会有些奇怪。好在这个问题呢还算是无伤大雅，从手臂根处往上望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异常硕大的肩胛了。同样呢，这一次把细节贯彻到底，肩胛内部也不能少。比较可惜的是，骨架状态下肩胛的前后2侧都可以向上翻起，但是装完外甲之后，因为外甲的干涉呢，前后2侧能上翻的幅度变得非常的小，导致大家装完外甲之后呢，就很难看到这个内部的细节刻画了。虽然这个肩胛看起来比较大，但是对平举呢基本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。随着肩胛来到胸口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次雷霆的躯干骨架了。这里的躯干其实做得很讨巧，虽然并没有复杂的结构，也没有精美的联动啊，但是装完外甲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通过对可动点位的距离把控，在弯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部露出的机械结构变得非常漂亮。不仅如此呢，因为点位把控的好啊，导致我们的腰部侧摆也变得相当的自然。要说雷霆腰部唯一的遗憾啊，就是没有后仰，后仰的幅度真的太小了。作为当下模型的标配呢，肩膀探出关节雷霆也有设计，但是啊，注意我说但是啊，这个雷霆呢虽然做了肩部探出关节，但是被自己的零件给干涉到了，导致原本2段的肩部探出关节硬生生变成了1段，肩部探出的范围也变得很小。好在呢，抱个胸啥的还是没有问题的。视频拍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终于可以把所有的骨架都给拼到一起了。当时真的很兴奋，就是感觉这个骨架真的很好看，拼到一起一定有很不错的效果啊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头部是没有骨架的啊，没错，这个头是没有骨架的。这就导致这个头装在这个骨架上显得异常的臃肿啊。好在呢，这个骨架的表现力真的可以撑起这个头啊，就是装在一起啊，虽然很怪，但是居然还挺好看的，就是应该是骨架的功劳吧。终于把骨架全部看完了，我们就用一点小小的魔法啊，给它套上外甲。拼骨架的时候呢还看不出来，拼完外甲之后呢，忽然发现这是一个力量型的机体啊，关键是它长得还挺怪的，然后怪的又不难看，就你们知道模型玩久了，然后很喜欢乱七八糟那种机体的感觉吗？本来呢看官图还没那么顺眼的，结果自己拼完了之后呢越来越顺眼。既然本体已经全部拼完了，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老生常谈的组合度问题。本款雷霆呢不需要任何修建啊，起码我手上这台是一个键都没修，但是呢大力金刚指是要用一点点的，只用一点点啊，力气也不用太大基本是一些关节把持力需求比较高的位置啊，这一点可能是考虑到模型以后的关节把持力，故意把这个公差调教的比较紧。而本款雷霆诟病最多的呢，应该就是这个头部了。我这儿呢也拍了几张照片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看？我是觉得除了这个正面以外都挺帅的，让大伙给他打个分，大伙觉得能给他打几分呢？来到胸部呢，这里有个透明键用的非常好啊，必须拿出来夸一下，小伙伴们自己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雷霆的肩胛设计呢，我非常喜欢，尤其是背后这几块黄色零件的点缀啊，非常的亮眼。肩胛的设计呢，应该是有夸张化处理的，塑造的肩胛给模型气质带来的提升呢，是相当明显的。但是同时呢，这个肩胛又不会让人感觉很突兀。肩胛再往下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侧的手腕，线条做得非常的完整，手背甲、手腕甲以及手臂甲三者的一体性非常的强，稍微波动一下呢，就能从完整的一体性变成非常有层次感的结构。手型呢，虽然说是造型手啊，但是大拇指做了2段可动，点个赞不过分吧？再往后看呀，就来到了我们之前提过的背部，这个背不去拔火罐真是可惜了。后裙甲有一个涡轮的小细节啊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为了衬托出真实。整个前裙甲呢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但是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小伙伴知道的可以在弹幕里面提醒一下。腿部线条很奇怪啊，是那种又有肉感又纤细的感觉。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提一下，就是脚部的左右接地范围不大，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。
好不容易讲到制氨基了，这个制氨基的结构呢很有意思，我带大家一起看一下。首先呢，提出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制氨基在没有安装在背上的时候呢，这个连接件没有做防穿帮设计啊，观感上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。奇怪的是，背后连接推进器的孔洞啊，居然考虑到了防穿帮。整个推进器呢，一共有3处液压杆啊，全部都是真实的液压杆，这个就很有意思。推进器上呢也有一些展开机构。我个人呢很喜欢这里的导弹舱设计啊，看到这个导弹舱啊，直接就按耐不住了。装备完制氨基的雷霆呢，显然已经变成一个重型机甲了，更加符合它雷霆的名字啊。但是随之而来的呢，还有一个问题。算了，上支架吧。套件内呢还附属了一个推进器啊，这个推进器既可以装在制氨基上，也可以装在我们的后裙甲啊。装在后裙甲上的话，需要先把后裙甲卸了才可以装。全展开的推进器配合上制氨基啊，雷霆的背后也变得十分的精彩了。昨天有朋友啊问我套件里面附带了几把武器啊，其实呢一共来讲只有1把，但是这1把呢可以拆成好多种。首先呢就是这个像生化武器一样的炮，这个巨炮上面3把类似刺刀一样的武器呢可以摘下来，单独变成可以握持的武器。官图里面应该是把它当刺刀用的，但是我觉得拿它当手枪也不是不可以。除了是武器之外呢，它还可以是制氨基的配件啊，给制氨基装上之后呢，可以让机翼再添一分色彩。失去了刺刀的主武器呢，可以通过翻转啊，变成一把电磁轨道炮。轨道炮的造型呢本身就不错啊，加上轨道内用了银色的玉涂装啊，这次轨道炮的造型呢，属实是戳到我了。因为这一次的主武器呢并不算轻，这一点考虑的还是蛮周到的，给了一个辅助握持的零件，给握持稳定性呢增加了一份强有力的保障，我这边怎么按这个武器都不掉。产品的大致内容啊，到这里也讲得七七八八了。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款产品。作为无线星星家的新品呢，其实无需太过担心产品的素质，小伙伴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价格能否接受以及造型是否喜欢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啊就临近尾声了，将近170段的素材整理，长达几个小时的剪辑和配音，希望大家可以留个关注再走啊，你的支持就是对我视频制作最大的帮助。那么感谢观看，来日方长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